歡迎來到蓮華禪境，一個專注解讀佛法智慧的頻道。在本期開始之前，首先問您2個問題：是不是每次發完脾氣，傷害了最親近的人之後，你都會陷入深深的自責，但在下一次遇到同樣的情境時，依然無法自控？是不是無數次下定決心要改掉某個拖延、上癮或焦慮的壞習慣，但只要那個熟悉的誘惑一出現，理智就瞬間崩潰？是不是常常覺得自己被某些過去的經歷和負面陰影纏住，無論怎麼努力想要走出來，都像是在原地打轉？其實，關於我們為什麼會被這些舊習氣反覆折磨，佛陀在2500年前就給出了答案。唯識學把我們儲存潛意識、記憶與習慣的地方稱為阿賴耶識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生的一塊超大硬碟。你過往說過的每句話、做過的每件事，甚至動過的每一個微小念頭，都會轉化為一段段程式代碼，作為種子寫入這塊硬碟。一旦遇到外界特定的觸發條件，這些代碼就會自動運行，變成你無法自控的本能反應。很多人修行或改變，總是試圖通過某種方法去瞬間清空這塊硬盤，企圖抹去過去寫下的所有壞代碼。但因果不虛，已經存入的程序無法被簡單粗暴地刪除。這期視頻，我們將結合殺人者央覺摩羅如何放下屠刀、止息惡業的經典故事，為你揭示唯識學中核心的修持秘密——轉染成淨。這4個字的意思，不是要你逃避因果或抹去過去，而是通過改變當下的熏習，讓生命所依的根本由染污轉為清淨。為此，我們將為你拆解一套務實且可操作的具體路徑，4對治法。它不是情緒安慰，而是像一套重構系統代碼的方法，幫助我們看清後台正在消耗內耗的負面程式。從當下開始，通過不再餵養舊代碼，護持新清淨，逐步找回人生的掌控權。若你也常被舊習氣拖回去，請煩請按讚分享，我們一起把這條路看清楚。在《增一阿含經》中記載着這麼一個故事，這個故事的主角原本並不叫央覺摩羅，他曾是一個聰明、善良，甚至有些懦弱的婆羅門青年，名叫無惱，意思是不傷害任何人，不給任何人帶來煩惱。可現實卻那麼充滿諷刺，因為天資聰穎且極其敬重師長，他深受老師的器重。然而，這份優秀卻招來了同門師兄弟的嫉妒，他們暗中聯手，向師父進讒言誣陷他。他的師父聽信了謊言，表面上不露聲色，內心卻動了殺機。為了不親自動手，師父利用他求道心切的弱點，設下了一個極其殘忍的圈套。師父對他說：“我有一門不傳之秘，只要你能在舍衛國城外殺滿1000個人，取下他們每個人的右手指，串成花環戴在頭上，你就能立刻得道成佛，洗清所有的罪業。”在當時的古印度，對師長教誨的絕對服從是無法動搖的信仰。在邪師的教唆下，這個原本連一隻螞蟻都不忍傷害，名字叫做無惱的青年，內心深處對得道的盲目執念被徹底點燃了，變成了一個殺人如麻，甚至連母親都要殺的惡魔央覺摩羅。當年的舍衛國城外便多了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殺人狂。城裡百姓只要聽見央覺摩羅這個名字，聽見腳步聲靠近，都慌忙關門上鎖，連街上的挑擔小販都跑得無影無蹤。國王甚至已經點齊兵馬，準備親自發兵清剿。而此時的央覺摩羅已經提刀守在荒路上，見人就殺，一根一根手指串上去，數來數去，已經收集了999根。就差最後一根，他就能功德圓滿了。
那天，他的母親因為心疼兒子，提着飯食要去找他，打算勸他回頭。可處於瘋狂狀態下的央覺摩羅，腦子裡只有最後一根手指，在執念的驅使下，他甚至準備對自己的親生母親痛下殺手。佛陀得知這件事，怕他犯下弒母的無間地獄重罪，也為了挽救他的本性，便獨自換了衣，走向央覺摩羅出沒的那條荒路。央覺摩羅遠遠看見佛陀走來，眼睛立刻紅了，提刀就衝上來，心裡只想着這最後一根就取這個沙門的手指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佛陀只是穩穩當當一步步往前走，不快不慢。央覺摩羅邁開腿拼命追，跑得氣喘吁吁，鞋底都快磨破了，就是追不上。風從耳邊刮過，兩條腿沉得像灌了鉛，眼前的佛陀就是離自己那麼一段距離，怎麼都碰不到。他急得對着前面大喊：沙門，站住！你怎麼跑這麼快？佛陀沒有回頭，只遠遠傳過來一句話：我早已止住，是你還沒有止住。就是這一句話，像一道雷劈進腦子裡，央覺摩羅當場停住了腳。對呀，佛陀的腳步沒有停，可他的心早就止住了。我的腳一直在跑，可真正停不下來的，哪裡是我的腿？是那顆被殺念牽着走的心。從答應師父那天起，就一直被這股力量推着走，殺了一個又想下一個，越殺越瘋，根本停不下來，連自己母親都差點要殺。原來自己從來不是自己的主人，是心裡那顆早就種下的惡種子一直在驅動着身體，連自己都不由自主。請在留言區打下2個字：轉依。這是唯識修道的終點，我們今天一起把它聽懂。央覺摩羅愣在原地好久，終於把刀扔在了路邊的草叢裡，走到佛陀面前頂禮出家。從這個故事裡就看出阿賴耶識種子的道理。身口意每一次造作，每一次起心動念，都在阿賴耶識裡留下一個印記。這個印記唯識就叫它種子。種子種下了，遇到同樣的緣境就會發芽生長，這叫現行。現行出來又會再熏成新的種子，落回去阿賴耶識裡面。就這樣，種子生現行，現行熏種子，循環往復，推着我們一次又一次重複同樣的反應，同樣的脾氣，同樣的錯誤。習氣為什麼難改？不是意志力不夠，是那個種子種得太深太熟了，一遇到緣，它自己就冒出來，不等你思考，身體已經做出反應了。講完這個故事，再回頭說阿賴耶識，它不是什麼神秘莫測的靈魂倉庫，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我，它更像是一切習慣和反應模式潛在的根。為什麼會在同一件事上一次又一次跌倒？為什麼發脾氣發完才後悔，可下次還是一樣？因為那個種子一直在那裡，遇到熟悉的緣境，它自然就發芽。阿賴耶識就像一塊種了幾十年的田，田裡不只長莊稼，還長了好多雜草，好種子、壞種子都埋在土裡，混在一起。很多修行的朋友想要清空惡業，這個說法到底錯在哪裡？雜草不是站在田邊喊消失吧，它就真的消失了，也不是把整塊田都挖掉才叫乾淨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習氣一直改不了，還是在同一件事上反覆摔跤，從來沒得過真正的自在。真正會種田的農夫，從來不會想着把整塊田廢掉，也不會對着雜草空喊。他知道要對付田裡的雜草，有4件必須做的事，1件都不能少。這4件事就是唯識宗說的4對治法。我們一件一件慢慢來說。4個對治法，
第一個叫驗幻對治，就是先看清楚煩惱的面目，看見它在傷什麼、燒什麼。當年佛陀在祇園精舍說法，曾當着一眾弟子問：世間有3種火，哪3種最是危險？底下弟子紛紛開口，有人說是山林野火，燒起來連整片森林都留不下；有人說是兩國交兵的戰火，城破家亡，生靈塗炭；也有人說是天上雷火，劈下來樹倒屋塌，無處可躲。佛陀聽完，只是緩緩搖頭。佛陀說，世間最危險的火，從來不是燒在外面的，是貪火、嗔火、痴火。這3種火燒在每個人的心裡，燒了一輩子，人往往也感覺不到自己在燒，因為他以為那是溫暖，是力量，是保護自己的東西。話說完，佛陀目光掃過，停在一位剛從禪堂出來的比丘身上，開口問他：上次你因為經誦錯一句，和同住的師兄發脾氣，摔了他的木魚，那一刻你心裡是什麼感覺？比丘沉吟片刻，老實回答：那一刻只覺得自己完全有道理，師兄搶了我的位置，故意擾我清修，錯全在他，我發脾氣是維護戒律，是應該的。佛陀點點頭，說了一句話：火燒你的時候，你以為那是光，就這一句話，當場讓比丘愣在原地。對啊，發脾氣的時候，只覺得一股氣頂上來，渾身都是勁，覺得自己站着理，那股勁看起來像正義，像底氣，實際上是什麼？是三昧真火從心裡燒出來，先燒自己的五臟六腑，燒自己的清明，一念嗔心起，百萬障門開，那股火燒起來，燒掉多少長期累積的清淨心，燒掉多少年攒下來的同門善緣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等火滅了，冷靜下來才後悔莫及。可下次境界來了，那火又照常燒起來，還是一樣認不出來。這就是驗幻對治要講的道理。驗幻不是叫我們壓制情緒，也不是叫我們恨自己。驗幻是讓我們如實看見這股煩惱，這顆舊種子，它究竟在燒什麼？它不只是燒別人，最先燒壞的是自己的清淨，是自己的定慧。貪火燒掉福報，嗔火燒掉善緣，痴火燒掉智慧，件件都是拿刀子割自己的生命。可我们偏偏把這火當暖爐靠，把這刀當寶貝捧。當一個人第一次真正清楚看見這件事，就會自然升起我不想再被他牽着走的心。這個心才是驗幻真正的力量，不是硬壓，是照見。央覺摩羅被佛陀一句話點醒的那一刻，看見的是什麼？看見殺心早就佔領了自己整個人，連腳步都不是自己的，連親生母親都要當成刀下的獵物。那個一眼看穿的瞬間，就是驗幻對治的開始。大乘阿求達摩雜集論卷9說，對治修的第一步是驗幻對治，先見所治法過患而厭離。修行的第一步不是急着喊清空惡業，急着把種子壓下去，而是先清楚看見這個習氣它到底害了我什麼，讓那個看見本身生出離開它的力量。還要說清一件事，驗幻不是厭世，不是說人生沒意思，乾脆躲進山裡什麼都不管，也不是說情緒來了硬把它壓回心裡，憋出一身病。驗幻更像什麼？就像種了一輩子田的老農夫，天一亮就下田，彎下腰一株一株仔細看，哪一株是要長糧食的好苗，哪一株是搶養分的雜草。先認清楚分明白，才談得上後面除草。如果認不出，亂拔一氣，把苗拔了，把草留着，到頭來白忙一場，甚至把整塊田都離了，最後什麼都收不到。
那不是修行，是毀了自己的福田。清空說最錯的地方就是跳過了這一步。厭患對治，把第一步走對了，把煩惱的樣子照清楚了，後面的功夫才有地方落腳。認出雜草之後，下一步是斷對治，在煩惱剛要變成行動的那一刻，把它截住。來看歷史上的顏回是怎麼做到這件事的。《論語·雍也篇》裡，孔子說過一句話，孔子門下3000弟子，他最稱讚的就是顏回的不遷怒、不貳過。當時就有弟子疑惑，說顏回也是人，難道真的從來不會生氣嗎？孔子搖頭。孔子說，顏回也會生氣，遇到不痛快的事，心裡照樣會冒火氣，但他的厲害在於這口氣只留在他該在的地方，這件事的氣不會遷到下一件事，這個人犯的錯不會遷到另一個無辜的人身上。這話聽起來簡單，做起來難。我們不妨想一個生活化的場景。有一天，顏回出門辦貨，走到鬧市裡，人擠人，一不小心被一個莽莽撞撞的路人狠狠撞了一下，手裡的竹簡掉了一地，墨汁還潑在了薪鳳的衣襟上。換作一般人，這一口悶氣當場就上來了，要麼抓住對方劈頭蓋臉罵一頓，哪怕對方道歉賠了不是，回到家裡看到師弟來問功課，語氣裡都帶着3分火氣，茶碗都要放得重一點。可顏回不是這樣，他站在原地定了定神，看着自己心裡那股往上冒的火氣，就蹲下來慢慢剪竹簡。剪完了，跟對方擺了擺手說沒關係，轉身就走。等到了書院，同門師兄弟過來跟他討論新學的經文，他語氣平和，笑容跟平常一模一樣，半點火氣都沒帶過來。那口剛才被撞出來的悶氣就留在鬧市那一步，沒跟着他走回書院，沒染到接下來的事，也沒傷到不相干的人。這就是斷對治的真意，不是強迫自己完全不生煩惱，也不是硬憋出一個我不生氣的樣子給別人看。煩惱種子從阿賴耶識裡冒出來，就像雜草剛鑽出一點嫩芽，這時候不用跟它打架，只需要在它就要往外蔓延，就要長出新葉子，就要搶莊稼養分的時候，一刀下去把它連根截斷。截斷的是什麼？是種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種子這條鏈子。種子動了，但是不讓它長成現行的惡業，不讓它再回熏到阿賴耶識裡，等於剛冒頭的雜草還沒來得及澆水扎根，就被拔出來扔到田埂上曬死了。就像顏回這口氣冒出來了，就留在當下，不跟着他走，不順着他發作，這一刀就截住了，這條舊的熏習鏈子就斷在這裡。當年央覺摩羅被佛陀點醒之後，站在原地看着心裡那股還要追還要殺的念頭又冒了出來，就在那一刻，他放下了手裡的刀，這一放就是斷對治，在殺業的相續鏈上硬生生砍出一個缺口，從此不再跟着舊種子跑了。這裡最要分清楚一個關鍵，斷不是壓，硬壓是什麼？就像看到雜草冒頭，不去拔它，反而拿一塊石頭把它踩進土裡，看起來表面平平整整，什麼事都沒有，可草根還在土裡，還在長。等哪天雨水足了，石頭壓不住，它鑽出來比之前還要旺。斷不是這樣，斷是先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雜草，這是煩惱，它剛冒芽，根還淺，趁着正念正知還清楚，直接連根拔起，扔出田去。這個功夫是建立在前面厭患對治的基礎上，已經看清了雜草搶養分的壞處，當然一認出來就動手，不用等它長大。我們懺悔發願做了不少，可習氣還是反復犯，問題就出在這裡。
明明看見了煩惱，也知道不好，可就是捨不得下這一刀，或者下錯了刀，把雜草往土裡踩，以為這樣就是對治了。結果養虎為患，最後根越長越深，再拔就難了。那拔完草，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？農夫都知道，田裡的雜草不是拔一次就能清乾淨的，今天拔了，明天風還會把種子吹過來，舊根沒除乾淨，遇到下雨還會再冒頭。所以拔完草還要天天巡田，時時看着。這就是第三個對治法要講的功夫。斷了之後怎麼守住？第三個對治法叫持對治。有一位老人家，年輕時出了名的急脾氣，眼裡揉不得半粒沙子，家裡孩子稍有不對，張口就吼，抬手就打，一家人過日子天天都像拉着滿弓，弦繃得緊緊的。年老了以後，閒下來開始學佛，抄經打坐，也慢慢懂得往自己心裡看，知道發脾氣既傷自己又傷家人，就試着一點點調伏。幾年下來，性子真的緩了好多，跟兒子媳婦住在一起，孫兒繞膝，家裡再也聽不到大聲訓斥，關係比年輕時和睦了不知道多少。親戚鄰居都誇說老頭子真的改了，修心修出效果了。老人家自己也覺得這幾十年的壞脾氣總算是收住了。有一年過新年，全家團圓吃年夜飯，孫子蹦蹦跳跳跑過來給爺爺倒茶，一不小心腳滑，手裡那把老人家珍藏幾十年的紫砂茶壺哐當一聲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那是老人家年輕時出差，好不容易攢錢買的，跟着他幾十年，喝茶只用這一把，平時連別人碰一下都捨不得。就在碎瓷片散開的那一瞬間，老人家的舊脾氣轟一下就全回來了，聲音瞬間拔高8度，手指着孫子，一句句難聽話脫口而出。孫子嚇得哇一聲哭出來，兒子媳婦連忙過來哄，勸也不是，說也不是，好好一頓年夜飯，氣氛瞬間冷到冰點，一屋子人僵在那裡，連筷子都不敢動。過了10幾分鐘，老人家氣呼呼坐到陽台的藤椅上，兒女也不敢過去搭話。就這麼坐了半個鐘頭，他才慢慢緩過來，對着過來送茶的兒子低聲嘆了一句：“我以為自己已經好了。”這句話說出來，帶着無盡的疲憊，也帶着說不出的懊悔。幾十年的壞習氣，改了這麼久，怎麼遇到事，一下子就打回原形？持對治說的正是這件事。斷過一次，不等於守住了。清明的心不是改一次就能一勞永逸，需要每天照看。就像農夫拔完草，還要繼續巡田。那些根深蒂固的舊習氣，就像田裡長了幾十年的雜草，就算拔了幾回，土裡還留着沒清乾淨的舊根。遇到合適的溫度、雨水，一個雨夜，草就又長回來了。老人家後來沒有一直沮喪下去，他靜下心來想明白，不是修行白費了，而是原來這塊心田本來就需要每一天都巡，今天守住了，不代表明天還能守住。這一件事過關了，下一件更強的刺激來，說不定還是會失手。每次失手，不用自暴自棄，不用覺得自己修不好，只要轉回來繼續守，就是持對治的功夫。這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考試，是每次跌倒之後拍拍衣服再站起來，繼續往對的方向走。持對治的核心，說穿了就是護持已生的善法不退失，護持未生的惡法不升起。這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秘密法門，就是戒定慧最平常的日常功課。每天持戒，每天觀察自己的心，每天在失手之後再一次回到清明的立足點。放到種田的比喻裡說，拔完草只是完成了這一輪的清理，想要田裡不長草，就得天天去巡。
清早繞田走一圈，哪裡冒了新芽，哪裡留了舊根，一眼就能看見，看見了就隨手拔掉。從來沒有哪個農夫會說，我上周已經拔過草了，這一周田裡就不用管了。實就是做農夫日常裡省不掉的那點功課，日日不斷，時時照看。但農夫也都知道，光靠天天除草，治標不治本，天天拔也拔不完，累得腰都直不起來，草還是會冒。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把田土養好，把該種的莊稼滿滿當當種下去，田都占滿了，雜草自然就沒有生長的空間。這就是第4個對治法要講的一個對治法，也是最深的一層功夫。說到了最深的一層，叫做遠分對治，不是努力壓制壞習氣，而是持續增長善法，讓舊習氣越來越找不到落腳的地方。來說一位近代大師的經歷，印光法師是近代淨土宗的代表人物，一生持戒念佛，從年輕到圓寂，幾十年如一日，沒有一天間斷過。平日裡話不多，不攀緣，不應酬，也不隨便收弟子建寺院，只是安安靜靜住在關房裡，一句一句念阿彌陀佛。有一次，慕名而來的學人拜見，請教了一個所有修行人都繞不開的問題：法師修行幾十年，貪嗔煩惱還有嗎？印光法師沒有說自己已經成佛正果，也沒有說煩惱已經斷乾淨，只是平平淡淡地說了一句話：念佛幾十年，不是把貪嗔壓住，是讓阿彌陀佛的名號日日入心。慢慢的，貪嗔自己找不到落腳的地方了。這句話沒有一點開悟者的豪言壯語，卻把遠分對治的道理說透了。後來到了晚年，法師住西林岩山寺關房書房裡，高高掛着一個大大的死字。又有學人來問，為什麼要把一個死字掛在眼前？印光法師說，人這一輩子最容易把日子混過去，今天拖明天，明年等後年，把修行放在一邊，把煩惱習氣養得肥肥的，把死字掛在眼前，才會知道生命一天比一天少，一口氣不來就是來生，哪有時間再給習氣浪費？念死才能念念不空過，念念不空過，好種子才有機會天天長，壞種子自然越來越遠。遠分對治的核心，從來不是努力壓制壞習氣，而是持續增長善法，讓惡法失去發芽的境緣。就像把田土整好，把滿滿的好秧苗種下去，一顆挨着一顆，鋪得密不透風。原來埋在土裡的雜草種子，就算還在，也搶不到陽光，搶不到養分，慢慢就失去了生機，再也長不出來。這就是遠分舊習，不是被憑空消滅，而是一點一點被善法擠到一邊，越來越遠，漸漸就失去了做主的能力。阿賴耶識裡的惡業種子本來就不需要清空，也清空不了。真正的轉依，不過就是這樣，年年種好苗，養好土，讓善法的莊稼越長越旺，自然沒有雜草的容身之處。這才是農夫養田的最高境界，不用天天跟雜草較勁，只要把自己的莊稼種好，問題自然就解決了。成唯識論卷10說，由轉煩惱得大涅槃，轉所知障正無上覺。修行的終點，不過就是讓生命所依由染轉盡，原來被煩惱障、所知障牽着走，慢慢轉成跟着善法走。等到善法完全扎根，煩惱自然就退到一邊，做不了主了。這才是轉依2個字真正的重量。你在留言區留下的那2個字轉依，現在聽到這裡，感覺到那2個字的重量是不是和剛才不一樣了？遠分對治，就是每一天把轉依往前走一步的功課。4個對治法，一套完整的功夫，
一步都跳不得。認出草是驗患對治，先看清這習氣到底在傷什麼。趁嫩芽拔根是斷對治，在它剛要化成行動的當下截住。每天巡田是遲對治，清明不是一次到位，是失手了再回來。年年種好苗是遠分對治，讓善法長滿心田，惡法自然失緣。4個步驟像打4個鼓點，層層遞進，缺一不可。只想着種好苗，卻認不出雜草在哪裡，遇到境界還是跟着習氣跑，只認出草，卻不肯動手拔，看着它長成熟，再想斷就難了。只斷一次，卻不天天巡田，舊根遇着風雨，轉眼又長出來。只天天巡田拔草，不肯好好種莊稼，田空着，草永遠拔不完。很多人總想一步到位，相信什麼一次清空惡業的說法，跳過這4層次第，結果修來修去還是反覆波動。不是佛法沒用，是路走差了。所謂修行，原本就是這4步扎扎實實的功夫，一步步走，自然能把心田打理得慢慢乾淨。到了這裡，很多朋友就知道了我們開頭問題的答案。阿賴耶識裡的惡業種子真的能清空嗎？惡業種子不能清空，也不需要清空。真正的轉染成淨，是讓雜草種子失去淨緣，不再被餵養，同時讓清淨的種子持續增長，生命的方向就在這一增一減之中慢慢改道。修行不是橡皮擦，是換一種種田的方式。最後回到那個殺人者央覺摩羅，他出家了，修行了，過去那些業果真的消失了嗎？話說央覺摩羅出家之後，日日跟着佛陀經進修道，早已放下屠刀，收攝了妄心。有一天，他依着佛制，拖着缽入城乞食，腳步輕緩，走在熱鬧的街巷裡，還是被認出來了。人群裡不知道是誰先喊了一聲，就是他當年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，殺了那麼多人，現在居然還有臉出來乞食。憤怒像潮水一樣漫開，石頭瓦片從4面8方飛過來，砸在頭上身上。顷刻間，衣衫被血浸透，頭破血流，一步一步挪出城門，回到佛陀住所。佛陀見他滿身是傷，只說了一句話：婆羅門，汝可忍此？汝所受者是汝宿業，本應長久受苦，今在此生受報，應當忍受。這句話記在《佛說央覺摩經》裡，讀過的人不少，但真正懂其中滋味的，要先看央覺摩羅當時的反應。他流着血，忍着疼，端然而立，沒有一句怨言，沒有一絲嗔恨，不是強壓着怒火不發，也不是故作姿態裝聖人，是這幾年一步步用4個對治法重塑的身心相續，在這一刻真實起了作用。舊的業種成熟了，該受的果安然承受。石頭砸下來，疼痛升起來，但是這疼痛沒有勾起過去的嗔火，沒有生出新的報復心。舊的因果走到這裡就停了，沒有再種新的惡因，沒有再開啟新的輪迴鏈條。很多人說起修行消業，總想着要像橡皮擦一樣，把阿賴耶識裡的惡業種子徹底清空，最好從此再也不受一點苦果。真遇到果報現前，就慌了，怨了，覺得佛法不靈，修行沒用。那一口氣憋在心裡，又燒起新的嗔火，又種下新的惡種，舊業沒消，新業又添，反而在輪迴裡越陷越深。這就是清空說的誤區。轉依不是這樣，轉依換的是種田的方式，是心田的用心。過去造下的因緣成熟了，果一定會來，逃不掉也躲不過。但是果來的時候用什麼心接？
接了之後，再往田裡種什麼？這才是修行的關鍵，才是轉依的真意。央覺摩羅一生殺了99個人，造下了無邊殺業，就算出家修行，該受的果報還是要受。但他不一樣的地方是，受報的時候沒有再起新的煩惱，過去的殺業種子還在阿賴耶識裡，但是他已經不再給這個種子澆水施肥，不再讓它生出新的現行。等到清淨的善法一天天熏習增長，惡業種子自然就失去了發芽的因緣，慢慢退到一邊，再也做不了主。他後來證得解脫，不是因為過去的殺業從阿賴耶識裡憑空消失了，是轉染成淨的功夫做足了，生命的依靠已經從原來的煩惱染法轉到了清淨善法上。這就是緣分對治的終點，也是轉依2個字最真實的樣貌。我們大多數人沒有央覺摩羅那樣重的殺業，我們身上的習氣不過是日常的脾氣，日常的執着，不過是總在同一件事上一次又一次跌倒。但道理是一樣的，不用等惡種子徹底消失，不用求一下子清空所有業障，從今天起不再為它就夠了。有沒有某一個瞬間突然看見了自己的舊習氣，不是理論上知道，而是那一刻真的看見了，嚇了自己一跳？在留言區說說，就說那一個瞬間，1、2句話就夠。若這一期讓你有一點點新的看見，請把它分享給身邊也在學佛的朋友。分享一次就是一次法布施，願我們一起把這塊田慢慢養成良田。感恩聆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